年会上，老板对我大加赞赏，承诺给我300万巨额奖金作为年终奖。第二天，当我睡醒看到手机到账的金额后，我当场震惊，二话不说直奔公司，把辞职报告甩老板脸上。老板顿时气得发抖。庄必凡，你确定要离开？离开我的公司，别说3万块，你连3根毛都没有。我没理会，毅然决然地离开公司。3个月后，机床瘫痪，公司面临巨额索赔，老板急得团团转。他咬牙花150万请来专家，却在见到我时当场傻眼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庄必凡。庄必凡同志，为了攻克我们最新一代精密机床的核心技术难题，连续3个月几乎吃住在公司，以超凡的毅力和天才般的智慧，为我们公司创造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为了奖励庄必凡的卓越贡献，公司决定奖励庄必凡年终奖金300万。300万，我规划了无数遍，父母日益增长的医药费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房贷，还有我想给那个跟着我吃了几年苦的女朋友一个像样的家，这一切似乎都有了着落。庄必凡牛啊，300万，下半辈子不愁了。发达了别忘了兄弟们啊！小庄，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功臣。那种被认可、被肯定的感觉，几乎让我忘记了过去无数个通宵达旦的疲惫。3万。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什么卓越贡献，什么公司功臣，什么100万奖金，全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一场画给我一个人看的盛大演出。我就是那个被吊在舞台中央，供人观赏的小丑。王总，小庄啊，怎么了？是不是太激动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王总，这是怎么回事？哦，3万到账了，挺快的嘛。说好的300万呢？小庄啊，你别激动，公司最近资金链有点紧张，你也知道的，这100万呢肯定是你的，跑不了，但得分期付。这3万是第一笔，后面的等公司周转过来了，陆续就给你了。王总，刚刚您可不是这么说的。哎呀，年轻人要看大局嘛。王总有些不耐烦了，声音也大了起来。在年会上那么说，不是为了鼓舞士气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为了你一个人打乱公司全盘的财务计划。就是啊，庄必凡，王总也是为了公司好，3万不少了，我们好多人年终奖还没这个数呢。年轻人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得失，要懂得感恩。我看着王总那张油腻而虚伪的脸，看着周围那些或麻木或幸灾乐祸的面孔，心中最后对这家公司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这里不是我的归宿，这是一座吃人的牢笼。这种虚伪的地方不值得我卖命。我的声音冰冷而坚定，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我辞职。庄必凡，你敢？你以为你是谁？一个臭打工的，离开了我公司，你将一无所有。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寸步难行？他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像最恶毒的诅咒。辞职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要艰难。王总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他动用了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经营多年的人脉，对我进行了彻底的封杀。我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庄先生，我们看过您的简历了，非常优秀。不过我们这个岗位呢，可能不太适合您。我们会把您的资料录入人才库，有合适的机会再联系您。所谓的再联系，就是再也不联系。一连半个月，我接到的全都是这样的电话。我从一个被各大公司争抢的技术天才，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行业弃子。庄哥，你技术那么牛，王总其实也舍不得你，你回去服个软，他肯定会让你回去的，何必跟钱过不去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没有公司愿意接收我，我便开始通过一些线上的技术论坛和朋友介绍的小型加工厂，提供技术咨询和维修服务。我的收费不高，但总能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别人束手无策的难题。机床医生的名号在一些小圈子里悄悄流传开来，但那团被压在心底的复仇火焰从未熄灭。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王总把他欠我的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的机会，而且机会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宏图精密，王总的公司。新闻里说，宏图精密那台从德国天价引进的核心精密机床，3天前突发不明故障，导致整个生产线全面瘫痪。这台机床是他们公司的心脏，承担了所有高精度核心部件的加工任务。宏图精密不是刚接了几个大单吗？这下完了，交不了货，违约金都赔死他们。听说他们那个机床金贵的很，国内根本没人会修。活该，他们老板王胖子出了名的抠门，压榨员工，现在遭报应了。那台机床我比任何人都熟悉，当初为了让它尽快投入生产，我曾经连续1个月守在它旁边，研究透了它的每一个零件，编写了厚厚一本超过300页的操作和保养手册。我知道它的每一个优点，也知道它每一个潜在的脆弱点。庄哥，是小张，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实习生，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技术员，人很老实，技术上有些天赋，只是在公司里没什么存在感。庄哥，你看到新闻了吗？公司出事了。看到了。庄哥，你快回来吧，现在公司全乱套了，那台德国机床彻底趴窝了。技术总监带着我们搞了3天3夜，连问题出在哪都找不到。王总从外面请了好几个专家，也都束手无策，说这技术超出了国内的范畴，根本修不了。小张的声音充满了绝望。
现在生产全停了，仓库里堆满了半成品，好几个大客户天天打电话来催货，扬言要索赔。王总急得头发都白了，天天在办公室里发脾气骂人。庄哥，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那台机床是你一手调试的。庄哥，你回来吧，王总说了，只要你能回来把机床修好，以前的事既往不咎，还会给你补偿的。你补偿？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太了解王总了，他现在所谓的补偿，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权宜之计。只要危机一解除，他会立刻翻脸不认人。根据新闻里的描述，我大概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设计缺陷，在我的保养手册里曾经用红笔重点标注过，并且提出了预警和解决方案。显然，在我走后，根本没人把我的手册当回事。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继续接我的小活，一边冷眼旁观着宏图精密的垂死挣扎。庄哥，王总联系了德国原厂，对方开出了一个天价维修费，而且工程师最快也要1个月后才能到中国。1个月，宏图精密连1个星期都等不起。巨大的压力下，王总彻底病急乱投医了。他在一个行业交流会上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打听能解决这种绝症的高人。终于有人给他提供了一条线索。王总，我听说啊，最近道上出了个神秘的机床大师，专门修各种进口疑难杂症，不管多复杂的机械，到他手里没有修不好的。就是这出厂费可不是一般的高。多高？听说起步价就是7位数，7位数基本就是现在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了。但在公司濒临破产的巨大压力下，他别无选择。帮我联系他，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把机器修好，我都认了。很快，通过中间人的层层联络，王总拿到了这位神秘专家的报价：维修费150万，先付定金50%，修不好全额退款。150万，这个数字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王总的心上。要知道，当初承诺的100万奖金，他都赖着不给，现在却要眼都不眨地掏出150万去请一个素未谋面的专家。150万，这笔钱几乎抽空了公司账上最后的流动资金。如果这位神秘专家也束手无策，那宏图精密就真的万劫不复了。公司所有的高层都在等待专家的到来。王总，专家到了吗？快了，快了！大门被推开，王总，专家到了。庄必凡，怎么会是你？他不是辞职了吗？之前不是还跟公司闹得不愉快？王总，久违了。这句平静的问候像一记无情的耳光，狠狠地抽在王总的脸上。他猛地回过神，一张脸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红。他想发作，想质问，想把我这个骗子赶出去。故障点不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你们的诊断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我平静地叙述着，而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王总，都清楚地知道，这150万不仅是请来了一位救兵，更是请来了一位讨债的阎王。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去设备那里看看吧。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我的同事，甚至是我的上级。他们曾经对我指手画脚，曾经在我被王总羞辱时冷眼旁观。现在他们只能像学生一样站在一旁，看着我这个被他们抛弃的人来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M6 规格12.9级，表面有轻微的过热灼烧痕迹和非正常磨损，这本是常规保养中最基础的检查项，但很显然它被忽略了。我留下的那本保养手册，你们看过了吗？我不用问也知道答案，那本我耗费了无数心血写成的册子，恐怕早就被扔在哪个角落里吃灰了。这里的液压油粘度不对，有乳化现象，说明冷却液有泄漏，但你们的故障报告里却只字未提。还有这里，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有0.03秒的延迟，虽然微乎其微，但对于这种高精度加工，足以导致连锁性的程序错误。我每说一句，技术总监和那群工程师的脸色就难看一分。我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他们连续奋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发现的，甚至有些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专家，这些问题我们之前也考虑过，但是什么？但是你们根本无法准确定位问题，更找不到解决方案，因为你们对这台机床的理解还停留在看图说话的水平。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台设备为了防止非授权维修，设置的一个逻辑锁，当系统检测到连续3次以上的非常规操作或严重故障时，它就会自动锁死主控程序。你们这几天胡乱拆卸，早就触发了它，所以就算你们找到了机械故障点，也根本重启不了系统。所有技术人员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挫败。这个逻辑锁连原厂的技术手册里都未曾提及，是属于最高级别的维修机密，而我却对它了如指掌。贵公司的技术团队能力堪忧，对这台价值千万的设备缺乏最基本的敬畏和理解，把它当成一台普通的车床来对待，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去会议室聊聊维修方案吧。老李，你是怎么带的技术团队？这么大的隐患都看不出来。王总，这是技术部必须负全责。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赶紧想办法。修复方案我已经有了，这是需要更换的精密部件清单，全部要求原厂进口。这是我需要的特殊定制工具清单，3天内必须全部到位。另外，我需要一间独立的、不受任何人打扰的工作室，以及1名助手。好，都按你说的办。助手，你需要谁？就小张吧，
我习惯和他搭档。好，你尽快开始吧。看似一切都在很顺利进行了，但我太了解王总了，他绝不会就这么心甘情愿的任我宰割。果然，小动作很快就来了。我清单上要求采购的一批德国原厂轴承，被财务部以流程问题为由拖延了，取而代之的是王总的小舅子开的供应商送来的一批国产替代品。同时，技术总监开始频繁的以学习观摩的名义，带着他那群工程师像苍蝇一样围在我前公司那些曾经对我冷嘲热讽的同事也没闲着。茶水间里、走廊上，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开始蔓延。切，不就是会修个机器吗？拽什么拽？还不是为了钱回来的？听说他要了150万，真黑啊！这是趁火打劫。我看他就是吃回头草，想借机敲诈公司一笔，没骨气的家伙。这些话通过小张这个内线，一字不落的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庄哥，他们太过分了，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我对这一切早有预料，王总的小动作，同事们的酸言碎语，在我看来不过是群小丑在拙劣的表演。他们对我的一切监控和干扰，都注定是徒劳，因为我在修复流程中故意加入了一些看似多余，实则至关重要的加密步骤。别说他们偷看，就算我把图纸给他们，他们也看不懂。至于那批被替换的轴承，我连包装都没拆，直接让小张原封不动的退了回去，然后通过一个认识的德国同行，直接联系了原厂，紧急空运了一批最高等级的配件过来。不过小动作多了也会烦，所以我决定给王总再加一把火。庄必凡，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皱着眉头，小张操作失误，导致局部电路短路，烧坏了一个小零件，问题不大，但是什么？但是这台机床的电路系统是串联设计，一个点的故障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我需要重新检查所有的线路，确保没有留下任何隐患，这会多花一些时间。要多久？不好说，快则3-5天，慢则半个月。他现在多停产1天，损失都是以100万计。王总看到了吗？这就是精密仪器，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劝你最好不要再派些不相干的人来干扰我的工作。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他终于意识到，在这场博弈中，他早已失去了所有的主动权，而我则像一个操控着棋局的棋手，冷酷地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我为他设定的那个万劫不复的结局。在对机床进行深度清理和检修时，我有了更惊人的发现：机床内部的核心动力分配单元被私自改装过，原厂设计的8组独立供电线路被强行并联成了4组，以此来瞬间拔高机床的峰值功率，从而达到超负荷生产、提高产能的目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也是绝对被明令禁止的违规操作，它会在运行中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不是设计缺陷，也不是意外故障，而是宏图精密自己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一手造成的人祸。我故意放缓了修复的进度，每天在工作室里悠哉，甚至还有闲心教小张一些基础的编程。我制造出一种修复工作遇到了巨大瓶颈的假象。王总彻底坐不住了。小庄啊，你看，我们毕竟也同是一场，以前是我不对，是我猪油蒙了心，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这次的维修费，你看能不能给个友情价？他甚至暗示，只要我这次能帮公司渡过难关，他可以给我一个副总的职位，再配上公司的股份，以平息之前的恩怨。王总，谈感情你配吗？友情价可以啊，不过在谈价格之前，我们不如先聊聊别的事。王总，这些劣质传感器，还有这天才般的电路改装，是你亲自操刀的，还是你们技术总监的杰作？王总，你说，如果这些照片被机床的原厂或者被国家质检部门看到，会怎么样？到时候贵公司面临的恐怕就不只是巨额罚款和停业整顿那么简单了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可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你这是敲诈，你血口喷人，这是你动的手脚，你想嫁祸给我？他知道我手里握着的是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甚至锒铛入狱的铁证。庄必凡，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第一，之前谈好的150万专家费1分不能少。第二，你当初承诺我的300万奖金也该兑现了，算上这3个月的利息，凑个整320万吧。第三，我要你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个人单独签订一份终身技术顾问的合同，年薪另算，并且这份合同里要加入保密条款，保证你和你的公司永远不会泄露今天我们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每说一条，王总的脸色就白1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只能接受，这迟来的也是他应得的惩罚。我看着他，心中那团压抑了3个月的火焰，终于得到了酣畅淋漓的释放。明天我们就可以签订合同。最终的谈判被我安排在了王总那间曾经让我感到无比压抑的办公室里。王总的律师试图从证据的合法性和我的取证方式上找漏洞，想把这件事定性为商业敲诈。李女士，请注意你的用词。我的当事人是贵公司重金聘请的维修专家，在维修过程中发现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非法改装，这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将这些问题反馈给公司负责人，并要求相应的补偿和保密协议，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诉求。何来敲诈一说，反倒是贵公司私自改装
装进口设备，使用劣质零件，罔顾生产安全。一旦曝光，后果是什么？我想你比我更清楚。王总的脸色铁青，他几次想拍而起，怒斥我的卑鄙，但每当他有所动作，我的律师就会善意的提醒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他可能面临的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王总，除了之前说的那些条件，我还要加一条。在你公司官网上以及3家以上的主流财经媒体上公开发布一份声明，对我个人进行最高规格的赞扬，并对我为贵公司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对我个人进行最高规格的赞扬，并对我为贵公司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我要让整个行业都知道，我庄必凡不是一个被你随意抛弃的丧家之犬，而是一个能让你起死回生的救世主。你，庄必凡，你不要欺人太甚。呵呵，欺人太甚。王总，当初你在年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诅咒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欺人太甚？当初你用一张空头支票骗我给你当牛做马，连续3个月不眠不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欺人太甚？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冷，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插进王总的心脏。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你当初施舍给我的如数奉还而已。他颤抖着手，在那份由我律师起草的对我极其有利的附加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协议里不仅包括了总额500万的现金补偿，还详细规定了公开发布赞扬声明的媒体版面和字数，甚至还附加了一条：王总和宏图精密未来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我个人的事业发展进行任何的阻挠或诽谤，否则将面临10倍于合同金额的违约赔偿。王总，合作愉快。我不仅拿回了钱，更赢回了被他践踏的尊严。我不仅拿回了钱，更赢回了被他践踏的尊严。我不仅洗刷了耻辱，更扼住了他未来的咽喉，让他再也不敢对我耍任何花样。我弟复仇，以一种最彻底、最无可辩驳的姿态取得了完胜。我没有再拖延，立刻投入到了最后的修复工作中。没有了王总的暗中掣肘，没有了那些烦人的苍蝇围观，我的效率高得惊人。更换原厂配件，重写底层代码，解锁主控程序，所有操作一气呵成。2天后，在王总和所有高管、技术人员的注视下，我按下了机床的启动按钮，设备成功运转。王总站在人群外，脸色复杂。他的公司得救了，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看着被众人簇拥在中央，享受着英雄般待遇的我，心中五味杂陈，却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按照协议，硬着头皮履行他的承诺。第2天，宏图精密的官方网站首页用最醒目的红色标题刊登了一篇对我个人能力进行高度赞扬的声明。一时间，天才工程师庄必凡回归，拯救老东家于水火的新闻，在整个行业里迅速发酵，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无数竞争对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纷纷向我抛来橄榄枝，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诱人。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工作邀请，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我拒绝了所有的高薪聘请，没有选择去任何一家公司继续当一个高级打工仔。我要做我自己的老板。我利用那笔500万的启动资金和我在业内迅速建立起来的人脉与声望，注册成立了我自己的公司。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专注于我最擅长的领域——高端精密机床的维护、改造和技术咨询服务。而另一边，王总的宏图精密在这次危机之后元气大伤，巨额的赔偿加上因为停产而造成的客户流失，让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更糟糕的是，那次非法改装事件虽然被我压了下来，但公司内部人心惶惶，许多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看清了王总的为人，纷纷选择了跳槽，其中一些人甚至转投到了我的门下。王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一点点衰落，慢慢走向深渊。又过了几年，我的咨询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精密技术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军企业。我们的业务范围从最初的维修咨询，扩展到了高端设备的自主研发和智能制造系统的整体构建，甚至开始涉足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尖端领域。期间，我以个人名义联合几家行业巨头，共同设立了青年技术人才培养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有抱负、有才华，却因为资源匮乏而举步维艰的年轻人。我希望不会再有第2个庄必凡，因为一个无良老板的背信弃义而差点被埋没。